回望王一博出道的11年，从稚嫩少年到如今的全能艺人，他用一步一个脚印证明了什么叫做坚持和突破。舞台上，他是冷酷的舞者，用精准的动作和无懈可击的节奏点燃观众的热情。荧幕上，他是多变的演员，从《陈情令》的蓝忘机到《追风者》的魏若来，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。娱乐圈瞬息万变，但王一博凭借坚韧和专注，逐渐站稳脚跟。他的成长，既是对自己的挑战，也是对家庭、粉丝的一份交代。而在这光鲜背后，母亲的那句话，如果不早点结婚，妈妈就不要你了，既像是一句玩笑，也像是一种真实的无奈，折射出家庭与事业间的微妙张力。不论是巨星还是普通人，在母亲眼中永远是孩子。王一博妈妈的一句不要你了，听似严厉，实则背后隐藏着对儿子深深的担忧。他看着儿子在舞台上闪耀，却也看到他在聚光灯下的孤独。母亲担心的是，岁月不等人，如果一直沉浸在事业中，是否会错过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？他想要的并非儿子立刻成家立业，而是希望他在追梦的同时，也能拥有一个能陪伴左右、相知相守的人。每个母亲都有一种望子成家的心愿，王一博妈妈也不例外。她的话语虽直白，却是最真实的母爱。作为顶流明星，王一博的婚姻问题不仅仅是家庭的私事，更是大众极其关注的话题。粉丝对偶像往往有着理想化的投射，他们希望偶像永远属于舞台，属于作品，却忽视了偶像也是有血有肉的人。当母亲催婚的声音传来，许多粉丝心中难免会产生复杂的情绪，既希望偶像幸福，又担心偶像的婚姻影响事业和粉丝效应。婚姻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人生必经的阶段，但对于偶像来说，却可能成为事业发展的分水岭。这种矛盾正是娱乐圈最真实的缩影。11年是一个阶段，也是一个节点。王一博在这11年里已经收获了无数荣誉，但他的人生并没有停下脚步。如今，他站在岔路口，是继续用全部精力冲刺事业的巅峰，还是慢下来，考虑母亲的心愿，开始经营属于自己的家庭？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。事业和家庭从来不是非此即彼，但在娱乐圈的高压环境下，想要兼顾却难如登天。或许这正是母亲着急的原因，她希望儿子不要因为追逐光芒而错过了生活最真实的温暖。王一博与母亲之间的羁绊，从小到大都未曾断裂。无论是练习生时期的孤独，还是成名后的忙碌，母亲一直是他最坚强的后盾。母亲的催婚其实并非否定他的事业，而是想提醒他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不要忘记陪伴和幸福的重要性。他怕他太累，怕他孤单。粉丝看到的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王一博，但母亲看到的却永远是那个需要照顾的孩子。母子之间的这种深厚感情，比任何奖项和掌声都更加珍贵。当王一博妈妈的话传开，粉丝群体瞬间炸开了锅。有人调侃阿姨好着急，有人则感慨我们的偶像也到了适婚年龄。但更多的是一种矛盾心态，一方面，他们希望偶像能找到真正的幸福，不要孤单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舍不得偶像进入婚姻，担心那会带来距离感。这种复杂情绪说明了粉丝文化的特殊性，他们不只是单纯的欣赏偶像的作品，更是把偶像当成生活的一部分。王一博的每一个选择都牵动着千万粉丝的心。在娱乐圈，婚姻似乎成了一种敏感话题。一旦明星谈恋爱或结婚，必然会引发巨大反响。王一博作为顶流，更是难以避免。他的自由选择往往要被放大、被解读、被评判。母亲的催婚声音，其实也是对这种现实的一种回应。既然儿子永远都在公众眼光下，不如早点建立一个温暖的港湾，至少在私下里有一份真实的幸福。只是，公众人物是否真的能拥有完全自由的选择权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成家立业几乎是人生的必经之路。
尤其是在父母辈心中，结婚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家庭的完整和延续。王一博妈妈的催婚，其实也是这种文化背景的体现。但如今的年轻人，尤其是像王一博这样在事业上冲锋陷阵的艺人，对婚姻的态度更为谨慎和独立。他们不愿意随便妥协，更希望找到真正契合的灵魂伴侣。这种代际间的观念差异，让母子之间产生了看似矛盾却又深情的对话。母亲希望儿子早点结婚，是出于对幸福的期待，但婚姻是否等于幸福？这个问题并没有固定答案。尤其是对于偶像而言，婚姻并不是通关钥匙，反而可能带来更多挑战。王一博作为公众人物，他的婚姻会被媒体放大，被粉丝讨论，被外界审视。若没有足够坚定的心态和坚实的感情基础，这段婚姻很可能成为无形的枷锁。或许，母亲的话语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提醒，而真正的选择仍然要交给王一博自己。面对母亲的催促，王一博会如何回应？这或许是所有人都好奇的问题。以他一贯冷静、理性的性格，他不会因为一句玩笑话就轻率地改变人生规划。但不可否认，母亲的话或许真的会在他心中埋下种子，让他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重新思考婚姻的意义。或许几年后，当事业更加稳固，他真的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去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。那时的他，不仅是舞台上的巨星，更会是家庭中的丈夫与父亲。王一博出道11年，用实力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母亲的那句"如果不早点结婚，妈妈就不要你了"，看似玩笑，却是一种爱的表达。他希望儿子在追梦的同时，也别忘了生活的温度。对于粉丝来说，这句话既让人心疼，也让人期待。无论未来如何，我们都愿意看到一个更完整、更幸福的王一博。母亲一句"如果不早点结婚，妈妈就不要你了"，在社交媒体上被放大成话题，瞬间触及的不仅是粉丝的情感神经，也直指王一博的商业生态。作为流量与口碑并重的顶流艺人，他的每一个家庭动态都可能被品牌方纳入风险与机会评估。对某些年轻、强调可追溯性的时尚品牌而言，偶像的单身状态常常是商品情感标签的一部分。未婚代表着可想象空间，能维持粉丝的幻想与粘性，但对高端生活方式或家庭导向的产品，已婚反而能增加可信度与代入感。因此，管理层需要敏锐判断，把母亲的催婚当作温情素材还是危机信号。处理方式有多种策略，以幽默化解，将话题轻描淡写为家常笑谈；以真诚回应，用一次专访表达家庭重视但坚持个人节奏；或直接划清界限，强调个人私生活不作为商业筹码。从公关角度看，最聪明的做法并非一味回避，而是把母亲的爱塑造成能打动大众的正面叙事，让公众看到偶像背后真实的人性，而不是刻意消费私事。粉丝群体的反应也是品牌方必须考虑的重要变量。热爱与占有欲并存的粉丝，既可能因为母亲催婚而展现保护性抵触，也可能因为看到偶像被理解与关爱而转化为更深的支持。最终，怎样把一则看似家庭内部的玩笑，转化为稳固职业生命力的助力，这考验的是团队的智慧、艺人的话术把控与粉丝沟通的艺术。围绕催婚这件小事，未来出现的走向其实并不复杂，但每条路径都将带来不同的舆论温度与职业后果。第一种，继续以事业为重，维持低调单身。王一博若选择把重心放在作品与个人成长，母亲的话会像是一阵家庭风波，被时间稀释。优点是事业连贯，缺点是家庭期待与公众好奇长期存在。第二种，低调恋爱，私下结婚。此路径强调对隐私的保护，在圈内有限知情，在生活中悄然落定，然后用成熟的姿态回归公众视线。这种方式能兼顾个人幸福与品牌稳定，但执行难度高，隐秘成本大。第三种，公开恋情并有计划地公布婚讯。
若他选择以成熟男人形象公开伴侣并举办小型婚礼，这会立刻引发短期流量高峰，也可能带来粉丝情绪分化。成功的关键在于前期铺垫、粉丝沟通与品牌重塑。第4种，把婚姻作为品牌升级的一部分，配合公益。家庭题材作品来塑造成熟艺人形象，这是一种高度商业化但风险可控的路线。